法国在2021年的夏天已经几乎全面开放观光景点给络绎不绝的旅行团。若您选择这时来法国血拼，烦请您先浏览今天的内容，让您能避免可能踩雷的情况。接下来的影片会告诉您10点由自身和周遭友人亲身经验所得来的注意事项，希望能帮助您减少可能遇到的突发状况，让您能在旅途中保持心情愉快。Salut， c'est Cynthia大鸟。若您第一次点进来，这个频道主要是由居家隔离超过6个月、法式生活迈入第5年的台湾穷书生和法国的2、3世。若您对这类主题有兴趣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您每周就不会错过新影片。让我们开始吧。不管您何时有机会来法国观光，以下所提及的10点旅游必知，希望您能笔记起来，或是分享给有计划到法国旅游的亲朋好友们，让大家都能平安顺利又愉快地旅行法国。第一，随时注意人身及财物安全。以下提供4真实案例分享。1，在法国巴黎知名的百货公司拉法叶，或称老佛爷 Galerie Lafayette 电梯内，扒手近身，利用外套遮掩，将手伸向消费者的侧背包。2，在地铁车厢内，小偷常常集体行动，将到手赃物转传，再利用关门前几秒钟脱身。3，著名观光景点圣心堂萨克哥正面的阶梯处，一群高大的黑人会寻找落单的独游者或是亚洲脸孔的观光客下手，强硬地在其手上绑上红绳，以勒索高额费用，不然就会威胁人身安全。4，诈骗集团会利用英文降低观光客戒心，以拉拢其捐款，还会要求签名为证，再利用这签名索取高额募资。再来提供5介意解决方式。1，贵重物品可放于有暗袋的大衣内，避免身上有像相机等高价单品。2，将任何包包都往前背，避免它远离您的视线范围内。3，搭乘任何大众交通工具，尽量不选择车门处停留，因为那是宵小最容易下手的地方。4，任何和您开口就说英文的人，很大机会是诈骗。5，不让任何人近身，避免被抢劫或偷窃的机会。第2，法国天气干冷，和台湾湿热不同，加上日夜温差大，对肌肤的影响是不一样的。个人认为最适合来法国旅游的时间是在4到5月或9到10月。以下2建议，减少您肌肤的负担。1，洋葱式穿法，让您好适应早晚较凉的多变化天气。2，洗面乳等洁面用品并不适合在干燥环境下使用，因其容易生成痘痘。第3，搭乘大众交通工具若出状况是常态。以下3情况是您在法国旅游可能会遇到的。1，车子行驶中突然断电，或是停在2站之间。2，临时取消进站车次，可能还会需要麻烦您换月台搭车。3，地铁站内和地铁上有不少卖艺和乞讨的人们穿梭其间。上述所有您可能遇到的情况都没有任何解套方式，只能无奈地等待。在这里特别再提及一点，多数地铁站无电梯可供使用。若您携带大型或大量行李，建议您选择轿车服务比较方便。第4，法国的电压和插座都和台湾不同。法国的电压是220伏特，而台湾的则是110伏特。法国插座是双圆孔并排，而台湾的则是双扁平平行。所以提醒各位，前往法国时，请特别确认您携带的电子产品是否需备妥转换接头或是变压器。第5，法国精品人人必备。法国是购物天堂，有不少大大小小的国际品牌，尤其1年有2次，分别为夏季和冬季的大拍卖。若不好好血拼，就太对不起自己了。2021年法国新政策，只要您在法国同家店同天消费原本是要满175欧元，
而现在则只需满100欧元，并且您购买的商品皆在适用范围，则16岁以上、非欧盟并停留法国少于6个月的游客即能享有退税资格。第六，懂点旅游法文。若您使用一点旅游法文，譬如进入商店会先和店主打声招呼，说声 Bonjour， 不仅能展现您优秀的旅游素质，还能让您在法国的旅游更加顺遂。这部分我会再额外开一集，提供简单的旅游法文教学。第七，一卡在手万事通。在法国，信用卡使用的普及率很高，多数商家都有提供可刷卡的服务，使消费者能减少带现金而容易遗失或被窃取的风险。就连到邮局买个1-2欧元的邮票，寄明信片回台湾，也能使用机器刷卡购买，减少和他人接触的机会。第八，免费的公厕和网络在法国濒临绝迹。若您是网络重度使用者，建议您可以在出国前先申请漫游的服务，或是购买网络卡。在法国的大众运输站和百货公司有提供免费但有时效性的网络，但您可能会遇到无法连上的情形。若您还是想使用网络打卡，可以选择到速食店的附近连接看看店内网络。至于伫立在马路上的公共厕所，先不说有些还需付费，您可能也会碍于心理因素而不敢使用。这时会建议您在餐厅用餐时或逛百货公司时使用其附设的私人厕所，或是您搭乘长途的火车上也有厕所供乘客使用。再不然就是您住宿的饭店或旅馆提供的厕所，其中在百货公司提供的私人厕所是唯一不用消费即可使用。第九，法国无小费文化。到法国餐厅用餐或是住法国旅社都不需额外给小费，因为已包含在账单中。但若是您愿意给小费鼓励服务人员，也可以写张纸条表示感谢，相信服务人员也是会很乐意收下的。第十，记下急难救助电话号码。俗话说得好，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。而在法国的驻法台北办事处，则是您旅法能替您解决疑难杂症的朋友，建议您将其急难救助电话记牢，但希望您不需要用到，都能开心平安地在法国度过旅游时光。听到这里，您是否心动？但请您先别马上行动，可以先列入旅游注意事项中。疫情下保护自身和他人，人人有责。但我还是在这边重述一次，本集重点有10：第一，贵重物品收好，并不让他人近身，避免人身和财物安全受到威胁。第二，洋葱式穿法，即不建议您带洗面乳等洁面商品，保护您暴露在干冷环境下的肌肤。第三，搭乘大众交通工具避免靠近车门处，且需耐心等候所有突发状况被解决。第四，法国的电压和插座跟台湾不同，需留意是否备齐变压器和转换接头。第五，同天同家商店消费满100欧元，16岁以上非欧盟区旅客可申请退税。第六，学点旅游法文，让您旅途更顺利。第七，出门可只带一张信用卡。第八，建议使用百货公司免费的网络及厕所。第九，和美国不同，法国无小费文化。第10，驻法台北办事处的急难救助电话要记牢。上述所提及的相关网站资料都将放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中，供各位参考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咯。若你喜欢这集的内容，欢迎按赞、分享。若您有任何疑问、心得或建议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回见，Salut。